AI 正在变成中国教育的新基础课。这次教育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。AI 不再只是一种 IT 专业技能，而是往着基础教育能力方向在走。这件事的分量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大。很多人现在一提 AI 呢，脑子里还是2个场景，一个是大模型，一个是办公软件，仿佛 AI 还是一个额外的工具，是你工作以后才可能用上的东西。但是，一旦 AI 开始进入了课程体系、教师培养体系、职业教育升级体系，它影响的就不再只是谁会不会用 ChatGPT 了，而是未来一代人从小学到大学按什么方式学习、思考和工作的大事儿。这次政策真正说了什么呢？我们先把最核心的几句话给拎出来啊。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，到2030年，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的格局基本形成，要构建纵向贯通、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体系，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，开齐、开足、开好中小学相关课程，推进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，推动职业教育面向传统专业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。人工智能将被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。我们把这些话翻译成大白话啊，就是中小学 AI 课程不再是点缀了，而是越来越系统的进入课程体系。对于高校来说 ，AI 不再是计算机专业的事儿了，会成为更多学生都必须要碰的通识能力。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呢，不是单独开设一个 AI 专业就完事儿了，而是传统专业本身要被智能化改造。对于教师体系来说呀，以后老师也不能只会传统的教学方法了 ，AI 能力会慢慢变成基本职业要求的一部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不是一轮短期的试点，而是教育体系正在为未来10年的劳动力结构、人才结构和学习方式提前做出底层调整。因为这次行动计划呢，不是凭空出来的。2025年，教育部已经启动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试点，在17个省市和18所高校探索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路径，为这份行动计划提供了实践的参考。同时，教育部发布会还透露了几组非常关键的数据。教育部目前已经在30多个省、地市和高校布局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试点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上线了 AI 试验场。去年实施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应用示范行动，已经筛选了23个教育专用大模型。同时遴选了14个学科领域垂直模型，平台还汇聚了超过1000门人工智能相关的精品课程。这说明很多地方、很多学校已经先跑过一轮了。现在中央是在把已经试出来的东西往更加统一、更加正式的制度框架里面装，这和很多先喊口号后找路径的政策不太一样。这一次呢，先局部试出经验，再全国化。所以它的确定性确实比一般文件更强。那为什么我说 AI 现在正在从专业技能变成公共基础能力？因为教育部的表述已经很直接了，在今年1月和4月的多次公开表态当中，教育部都反复强调一个方向，要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师生的公共课、人人的基础课。这句话非常关键。过去大家理解 AI 教育啊，往往停留在2个层面。第一呢，是培养少数 AI 专业的人才。第二呢，是让少数学校开特色的课程。但是现在这套逻辑变了，新的逻辑是 AI 不是只给将来搞算法的人准备的，而是未来不管你学什么做什么，都得有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使用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I 正在重写很多职业的底层技能要求，医生要会和智能系统协同，老师要会用智能工具备课、批改、分析课堂，制造业的工人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智能化设备，设计、金融、法务、媒体、行政，几乎现在没有哪个行业还能完全的绕开 AI。 所以教育系统现在做的呢，不是为了赶热点，而是在承认一个现实，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认字儿的人，而是说那些不懂得怎么和智能体协作的人。那面对传统教育，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最大的变化可能会是老师的角色。这次行动计划提出，要围绕着课前、课中、课后全过程加强智能教学系统的应用，推进智能批改、答疑、辅导和教学行为的分析，帮助教师减负增效。AI 最先取代的是教育体系里面那些标准化、重复性、流程化、知识化的部分。
你像批改作业呀、答疑呀、基础练习推荐等等，这些活 AI 天然就比人的老师更快、更便宜、更稳定。那么老师怎么办？老师不会消失，但是老师不能再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了。未来更重要的老师可能会向3种角色靠近。第一种呢是学习设计师，会设计问题，而不只是会讲答案。第二种呢是思维教练，帮助学生判断、比较、质疑，而不只是会灌输知识。第三是价值和人格的引导者，因为知识的查找和基础解释越来越容易被 AI 接管了，那么接下来真正稀缺的反而是教怎么做人、怎么思考、怎么选择的那些老师。这些角色呢，目前中国教师能适配的还真的不太多。所以教育底层的逻辑其实正在改变，过去的核心是谁掌握知识，未来的核心呢，越来越变成谁更会提问、更会判断、更会整合和创造。那为什么这对教育产业也意味着机会呢？这是很多资本市场会非常敏感的地方。一旦 AI 进入全学段教育体系，那么真正被打开的也不只是卖几套课程那么简单，它会往至少4个方向扩展。第一，课程和内容的重构，中小学的 AI 课程、跨学科的教学、AI 通识教育需要新的教材、课程包、教学资源和训练体系。第二，工具和平台会升级。国家智慧教育平台、AI 试验场、智能体大模型示范行动，本质上都在说明，未来教育不只是内容问题，而是平台问题、工具问题、系统问题。第三，就是教师的培训和职业认证。AI 纳入教师资格证考试和认证，意味着后续围绕着教师的培训、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、校长和管理干部 AI 领导力的提升，会出现一整套的相应的需求。第四，传统教育信息化企业的重新洗牌。过去呢，很多教育科技公司做的是数字化，未来要比的是智能化。谁能率先证明自己不是简单的把原有的课件搬到线上，而是真正能把 AI 深度融合到教学场景里，谁才更有机会？那这个分水岭会越来越清晰。当然呢，这里也要冷静一点不是所有沾教育2个字的公司都会受益，真正受益的是那些能先拿出可落地、可复制、可被学校系统真正采用的解决方案的公司。中国正在试图把 AI 不是作为一门新技术外挂到教育系统上，而是把它纳入未来教育体系的基础层，这才是我觉得这则信息最重要的一层。因为一旦它被写进课本体系、教师资格、职业教育升级和国家平台建设，它就不再是某个学校的创新项目，而是开始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安排。这就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教育体系最重要的一场变化，就不是单纯的数字化提升了，而是学习方式、教学的角色、人才培养的目标都要围绕着 AI 时代重新定义。这种变化不会一夜之间完成，但是一旦被写进制度，它就很难再回去。所以这次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意味着什么呢？第一， AI 正在从专业技能变成公共基础能力。第二，教育系统正在从知识传递逻辑走向人机协同逻辑。第三，围绕着课程、平台、教师、职业教育和教育科技产业，一整套新的机会和淘汰赛都已经开始了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